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来到节目的几位情感导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在爱情中遇到爱你的人，要学会感恩；遇到你爱的人，要学会付出。大家好，我是吕阳。这世上哪有不需要缝缝补补的爱情？学会给幸福穿针引线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好，我是珊娜。婚姻的终极浪漫呢，就是将平凡的日子酿成醇厚的美酒。大家好，我是雷鸣。婚姻存续的关键不是爱情，而是相处舒服。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好的，再一次欢迎我们各位老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陈先生30岁，来自山东，销售；方女士35岁，来自河北，服装店店主。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希望你们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我离过2次婚，也有孩子，我就想谈一段简简单单的恋爱，找个伴儿过日子，不想那些有的没的。我担心他对这段感情只是走个过场，我不是一个结婚狂，但是这段感情他必须给我一个保障。你们这次想解决什么问题？他承诺我的东西总是出尔反尔的变卦，而且他总爱没事找事儿，吃我孩子的醋，还觉得我跟我前夫有乱七八糟的事儿。他比我大，但是他从来没有想着让着我，他永远就是强势不讲理，他的规矩就是规矩。哦，两个人现在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是吧？是吧？啊，谈了多长时间啦？谈了半年。半年就谈到这儿来了。你在短片里面说你有过2次的婚姻经历是吗？哎，是。男士有过婚姻经历吗？没有。2次婚姻经历有孩子吗？有，我离过2次婚，然后这个有2个孩子。是同一个丈夫还是？不是的，每一段婚姻都有一个孩子是吧？你俩今天谁要来的？我要来的。那就你讲。我就想要一段简简单单的恋爱，不想再结婚了，也不想再这个有孩子了。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了，他同意的，然后就是我们就在一起了。但是现在呢，他然后变卦了，我感觉他一开始都是在欺骗我的。他现在变啥卦了？他就是说跟他父母，然后说过我，他的父母呢不太同意，我也没去过他的父母家。哎，我感觉这样挺好的。俩人简简单单的在一起，然后他的父母突然呢，就是说让他转达给我，说要求我，然后给他父母1000块钱赡养费。这个钱呢，就是说来压制我，就是怕我是这种专门骗婚的。每个月1000。对对对。但是这1000呢，并不是说父母要过去就不给我们了，相当于就是说先给我们存着，如果我们俩以后用得着啊，或者一直在一起啊，这钱还是我们的。那如果说咱俩分了呢？而且我也没见过你的父母啊，你不想着好好在一起吗？我为什么要付这个抚养费呢？你这怎么感觉讹上了？这咋的？跟你谈恋爱不能分手啊？不是，既然谈着分手得扣点分手费是吗？交一个押金，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就是有种交押金的感觉。这个真的让人确实会让人不舒服。本身我压力都挺大的，然后我有2个孩子，都得掏抚养费。都跟着你吗？没跟着我，就是跟我前夫了。然后抚养费，然后咱们是掏的。然后我还有父母，他父母还要求我每个月给他父母1000块钱抚养费。我感觉这个对于我来说太不公平了。你说我没同意吧？太离谱了。没同意吧？没有啊，我肯定不会同意啊。我是觉得这1000块钱也不多，因为我每次去他家看他父母的时候，也会拎大包小包的东西，也得花个大几百。他老给我分得这么明白，那什么时候你妈能成为我妈，我妈能成为咱们能成为一家人呢？不是，而且你不是明确表示你不想再结婚，你只是想谈恋爱吗？对，我就想跟他然后谈一场简简单单恋爱，但是他现在就是啥，他反悔了，他想要领证嘛，他要结婚了。他想给我去领这个证因为啥？我毕竟离过2次婚，然后说实话，心理上肯定有多少的这个阴影。但是他跟我说，你第2次这个结婚啊，哎，不算那个结婚，为啥？第2次我结婚没走仪式，就是领一个结婚证。他说我跟我的父母说了，跟你领个证吧，领个证，然后回来父母好也放心，领个证，然后买个房，然后回来这个付首付是他们家付，尾款还是我来还。你说我现在压力挺大的，毕竟我还有一个自己房子，现在我们俩在我自己房子那儿住，我就不想给自己增加那么太大压力。我也想给自己要一个保障啊，那你说你现在
我老在你那住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而且更过分的是啥？他说不领证可以，不领证要求在我的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我感觉这太过分了，他这不纯属骗我钱来了吗？他呢现在既不想结婚，也不想在他的那个房本上加了我的名字，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要跟我谈一段就跟我分手呢？人家就是说了，我就想简简单单谈个恋爱。对，人家的结果就是我跟你谈完了不合适，我就跟你分手了。前面不都告诉你们，你在这幻想啥呢？我是想着好好的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他前面那结婚都不算，跟我应该才算一个很好的恋爱，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人家怎么不算？2个孩子都生在那里了。对呀，你前面2个孩子是男孩女孩啊？一个女孩，一个男孩。然后平时的时候他还生我闺女的气。为啥呀？就是我闺女吧，然后是12了，然后平时我呢跟她都特别忙，只有孩子这个暑假的时候会来找我。就是闺女来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她是个女孩子，然后跟她就是有点不方便，我说你搬出去一段时间吧，等着闺女走了之后，然后你再回来。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因为我没来之前，就之前的暑假，他闺女从来不来这住。我跟他就是交往，还有我俩住在一起之后呢，他闺女说暑假要来，然后过一段11还要来，还有寒假要来。我感觉这不是他闺女要来，而是他前夫知道了我俩在一起之后，故意安排他闺女阻碍我们俩这个感情。你闺女是第一个丈夫还是第2个丈夫？第一个的。哦，我感觉他有点无妈呀，理取闹。这情感这么长，第一个丈夫还想着要跟他复婚呢？这谁也说不好啊。前夫现在结婚了吗？没有呢。但是我去这个接孩子的时候，我就是避免他去生气，我都是说跟那个我的前婆婆然后去联系，但是他总是无理取闹。我才没有无理取闹，你说孩子暑假来2个月，我就得走2个月。你说孩子说来了，我能轰他吗？我说你走吧，你走吧，别在这儿待着了。我是一个当母亲该说的话吗？那你是跟孩子谈恋爱还是跟我谈恋爱呀？他跟谈恋爱没有关系，我是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等会儿这偷换概念。对呀，孩子是血缘关系，人家是亲妈。你凭什么一定要住在他的家里？因为我从外地来到他的城市，我一开始是自己住的，后来我俩好了之后就住在一起了。最后你女儿来，她搬出去了吗？搬出去了。然后就因为这事儿不高兴呗。他就是老是跟我生气，他说你我跟我前夫然后总缠连，是不是想复婚啊？然后这个我前夫是不是故意使坏呀？他是对你2个前夫都有怀疑，还是只针对其中一都有？反正有好多事儿。他不是开那个服装店的吗？然后他有时候在朋友圈发一些那种新品或者什么。他上午刚发完，下午颜色呀、型号呀、各种衣服都给他那个2个前男友都发过去了。你说这要是穿着合适还行，那要是穿着大小不合适，那他这个前男友是不是还得来店里换一换？你是说清楚是前男友还是前夫啊？前夫就是他俩的这个前夫。我没听懂，就是他说的是上新一个产品，我都会去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的话，我的前夫就会问我，这个芳芳这个衣服多少钱？我感觉挺适合我的，然后我就把这衣服给他发过去了。他给钱吗？没给我钱，因为不值当这几百块钱。我认为就是啥，孩子这个抚养权在父亲那儿。说实话呀，我就是有点巴结人家的意思吧，就是几百块钱，因为这几百块钱俩人没必要闹得特别僵。你给他送衣服吗？我给他送而且每回就是说我给我前夫这个邮寄衣服的时候，我都会去跟他说，而且那你是跟我说了，你要不跟我说，被我发现那更严重，咱俩还得吵架。就是因为我每回跟你说了嘛，跟他说了，他就给我生气。然后还有一回就是赶上父亲节了，因为2个孩子的父亲嘛，然后我认为就是说也挺不容易的，我就给2个孩子父亲一人件衣服，他因为这也生气。先是前夫，然后孩子，最后才是我呗。肯定的，孩子肯定是放在第一位呀，我生他不就是这个排序吗？还有就是那个前阵子我这个前夫出差了，遇到点急事儿，然后给我倒这个5000块钱，人家也没说不还，而且给我倒的时候，我借给他的时候，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借给他5000块钱，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会还给我，因为这，然后我跟他说了，你还说5000块钱呢？谁家好人给前妻借钱呀？我前女友找我都不带搭理她的。如果说他是一个外人的话，跟我借钱我也会借，而且再说了，这个钱是我挣的，我有权借给谁，是不？这有必要那还是你们联系好还是你们关系好证明借他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父亲，我不想他在外边有什么事儿，因为啥？他毕竟还得养着我闺女呢。他因为这他也跟我生气，而且我还跟他说了，我越怕他生气，他还跟我生气。所以今儿来是为啥呀？我感觉我俩还不是特别合适吧，然后就是可能他的父母也不特别乐意，总说是我骗婚，然后我想跟他分手吧，他还不分，我就想在这儿说清楚了，我并不是说想骗婚什么的，也不想骗他，因为他毕竟没有结过婚嘛，就想把这个说清了。
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在他内心深处，他还是有点介意你这2次婚姻的？是的，有一次我和我闺蜜，然后喊着她，我们一块儿挺高兴的出去这个喝酒了。喝酒的时候，她呢，然后就是说，哎，自己先喝多了，然后就含着眼泪说啊，芳芳要是没有离过2次婚，该多好啊！啊，她咋这那个可怜呀？然后她咋这命不好啊？是不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然后我的闺蜜就特别无语。她都跟我说，为什么找一个恋爱小白？为什么找一个他这样的？然后就是感觉我俩特别不合适，总是劝我快跟他分了吧，我俩不合适什么的。她每回喝多都说，才没有她闺蜜说的那么严重呢。你闺蜜我估计就是添油加醋。我的表达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应该早点认识，我早点认识你，你就不用再有这2段婚姻了，也不用有孩子有前夫了，这样说不定更惨。我就能早点跟你在一起，咱们就能好好的了。但是你说1次2次就行了，你每回喝多你都说，你让我怎么去讲？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啥，他嫌弃我离过2次婚，要不然他也不会说，肯定是酒后吐真言。他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对你好吗？一开始的时候对我挺好的，然后随后就慢慢的就开始不理解我，然后就老是生气了。而且他这人挺自私的，为什么自私呢？比如说我同事收到一个手机，然后收到手机之后，然后我也跟他说，我说那个送我一个手机吧，因为女人嘛都喜欢就是说哎让对象去宠，要那种仪式感嘛。然后回来他是给我买了，他给我买个2手的。还有一个扫地机器人，我同事家，然后因为买那个扫地，然后买一个挺好的。我比较忙，因为开服装店嘛，我也想要一个扫地机器人，我也跟他去说了。然后回来他转了转好几天之后，又给我买一个2手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好像在他心里我就是那个2手的。不是，我特别理解他是不是缺钱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俩在一起也好长时间了，就是买东西我们家要么用个2、3次，就要不用个2、3天就在那落灰了。我说一下这个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是他。朋友还是同事，他们人家买了一个新房子，180平，人家打扫不方便，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我们在他那住了一共80平，买了之后呢，一共用了3次还是2次，就放那落灰了。但是我这人特别不喜欢2手的东西，我喜欢新的。而且你就是说我对象送我一个2手手机，送我一个2手机器人，就跟我感觉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人家为啥都是新的，我都是说。你现在用的是俩手机，我又给你买了一个，你现在是瞎手机。那意义不一样的。你不是因为这个要手机2手，你是为了跟你同事显摆，说哎我对象又给我买手，你是要跟人家比。不是比，你不是缺手机，是所有的人都想要这种小幸福。小幸福，那我没给你买口红，没送你花吗？那些然后是平时的，我也没给你买吗？咱们不也是买？你每回给我买东西，我都是会给你回馈。所以我不是所有东西都给你买2手，就是说咱那些用不着的，或者说你用2次放那儿的，没必要买新的呀，而且还花那么多钱。我发现规律了，贵的都是2手的。他给他自己买的东西也都是新的，你像他，然后自己买一个手串啥的，花好几千，都是新的。给我买的都是2手的，给我感觉就是我不值得那么多钱。你们2个生活，他花过多少钱？我们俩差不多说是互等的，就是说他给我花点，我给他花点，俩人互相去花。谁花的多啊？差不多，没有啥太大的区别。但房租没付。房子是我的，就没有说这个房租这事儿。所以他还是在变相的稍微占点便宜的嘛。对，我都感觉他好像就是啥骗我这个房子的骗我呢，骗我的感情。谁挣得多？我挣得多一点。好。今天来，你就是来分手的是吧？对，我就需要来分手，他不愿意，他然后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的统一目标，就帮你把他甩掉就完了，是吧？是的，就这目标是吧？对。男士，你同意吗？我不太同意。那你的需求是什么？我想让他多考虑考虑我，能跟我好好的在一起。跟你好好在一起的，结果是必须要跟你结婚是吗？后期的话，我有这个打算。人家没有这个打算。我就觉得他挺好的，我就舍不得他。主要那房不错吧？干嘛？没有，不是像老师说的那样。我确实是喜欢他这个人，并不是说为了钱呀或者什么。那好，你喜欢他，他不结婚，只跟你谈恋爱，可以吗？如果跟前夫没有这么多联系的话，可以。来吧，我们知道你们2个人的诉求了，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你们2个人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也明知他是想要婚姻的。如果真的给了你婚姻，还要不要孩子啊？这个跟他商量吧，因为再商量。你呢，也明白他是不想走进婚姻的，所以早就应该分手了，为什么还在一起呢？2个人现在让我的直觉就是在引火烧身。男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那是你的家吗？你们2个人确实是男女朋友，但是你就以此
每个月给你父母1000块钱也好，想在他的房本上加上您的名字也好，你恰恰有骗财的嫌疑。因为现在很清楚，他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他不想走进婚姻。你既然想走进婚姻，你就不应该去寻找这样的女朋友。最后说一句，你看中的是他的人吗？在我眼里，更多的你看中的，他有房，他是服装店的女老板。如果他今天和您一样，就在工厂里打工，你会选他吗？您自己给自己答案。你们俩是一样自私的人，你不也没要孩子的抚养权吗？明明你是一个人生当中经济独立的大女主，你的时间干嘛呢？你可能会和朋友们出去 K 歌，可能大家一起聚会，你的时间很自由。在孩子们不来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生活。想过吗？你会给你的女儿什么影响？你有一个12岁青春期的女儿，她看到我妈活得这么自由，她将来会对感情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态度？她是一个开始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爱情观的年纪，她该怎么通过你来判断她同样作为一个女人未来的一生走向呢？你会怎么影响到她呢？她爸爸妈妈的那个担心其实是有原因的。他觉得你骗婚吗？其实你倒不想骗婚，因为你压根儿也不想结婚。但是你确实，他这段感情如你所说的，就是他人生当中的一段过客。他没那么需要你，或者在他有一天不要你的时候，他可以潇潇洒洒的走掉。其实我们大可以不必考虑这么多，你们都是成年人，你们做什么样的人生选择，怎么去判定自己，这个才是在这个30而立的年纪当中应该去做出来的一个清晰判断，而不是老把矛头对外，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自己看明白了，比把身边的人淘汰了更重要。你一定要考虑今天你做的这些选择，你是不是依然能够我又过好我的人生，我又能够带给我孩子们很阳光的人生指向。如果你只考虑一个，其实很坦然，你孩子的人生会因为你今天的这份自由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你希不希望他将来有一个稳定的、一直很好的、珍惜他一生如是珍宝的人，对他一辈子？如果你希望这样，就要好好去看一看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对于一个女儿而言，明白会怎么样？我第一次跟吕老师有不同的意见。没事儿，完全是那个相左的。我倒觉得这妈妈自私一点，给女儿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告诉她女人就算进入了妈妈的角色，也可以活自己。我倒不觉得，就是说你在当妈妈这件事情上，你有分寸、有边界，你会非常清楚知道，我这是个女儿，你是我男朋友，你也给我出去，因为我女儿要过来住。所以在你的世界当中，你不是恋爱脑，不是说我谈了个恋爱我就忘了我是个当妈的。所以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挺有边界感、挺有担当、挺有自己清晰的这个人生目标的。这个是我跟吕老师不一样的想法。我倒是觉得可以自私一点，对，就是因为给女人的束缚和枷锁太多了，不一定非要说把自己跟这个孩子们一定要捆绑的怎么样。对，你只要让孩子们时刻感受到母爱的温暖和母爱的包容，以及母爱一直在他的身边，让他没有缺失母爱的感受就可以。接下来我想说的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问题。首先第一句话，这手必须分，立刻分，马上分，没得犹豫。因为这个男人接下来你要跟他继续再在一起相处的话，就是太内耗了。首先你们两个人有非常不同的人生经历，你2次婚姻，他1次婚姻都没有，你俩娃，他1个娃都没有，你让他去理解你当妈妈的这个角色和这个心情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他就是会觉得你凭什么把孩子排在我前面？你说你跟他怎么讲这个道理？就是他是一个没有摆清楚自己位置的男人，甚至他觉得你能嫁给他是他对你的恩赐，所以他会提出那些我们看起来很匪夷所思的要求啊，给我父母转1000块钱。说真的，父母说没说过这话都2回事儿呢。到底这钱是给父母转的还是他自己说的，谁知道啊？对吧？所以到底是他觉得你在欺骗，还是他爸妈觉得你在骗婚？所以我们不知道。
但是让你给他转钱这个行为，就是在告诉你，你想跟我好是吧？给我钱。第二点，所有东西给你买的，就是那些电器什么的，都是二手的。为啥？一手的多贵呀，新的多贵呀。我给你买就不错了，你还挑二手的，你到我这儿都已经3手了。让房子加他的名字，就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他怎么能说出在你的房本后面加上我的名字？咱俩还没结婚呢啊！这人得有多么强大的自信和得觉得自己多么牛，我才能让我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来，你给我加名字。但凡这么说的，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是瞧不起你，因为他觉得你如果没有遇到我，你就不可能再有感情，再有恋情，你不配。你遇到我了，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你还比我大那么多，我都不计较你前面2段婚姻，我还愿意娶你，你还要啥呀？我觉得分不了，你放心啊。这个陈先生是吧？他来到这儿啊，其实他35岁了，对吧？做男装生意的，他不明白这些吗？他都明白。他为什么来这儿啊？他是让5个人5张嘴教教你，以后不该你惦记的别惦记，咱俩快快乐乐继续谈恋爱。如果他一个35岁一个店老板真想和你分手，他用来这儿吗？他为什么没把你轰出去？为什么没在其他地方跟你分手？他来这儿了，就是您太义正辞严，理所应当的一步一步的要占便宜，步步进逼。他又怕你生气，相貌堂堂他跑了怎么办？30岁一大小伙子，是吧？所以干脆我找一地方吧，反正那兄弟姐妹5个又不收费，替我跟他聊聊明白话。哥们儿，不该你惦记的就别惦记了。一会儿他从那儿出不出来，我估计回头你们俩也不分手。为什么呀？舍不得呀。我讲明白了吗？哎，但是我跟你说啊，方女士，哎，我不管你一会儿从这儿出不出来，你来这儿之前有多舍不得，你走了以后还有多舍不得。你要是舍得，你用不着来这儿，对吧？相貌堂堂吧，年轻吧，就是摆不清自己位置。但是我告诉你啊，方女士，有一点，我重复我刚才的话，一个人能把不占理的话说得义正辞严，能把一个占便宜的要求一个接一个说得坦坦荡荡，这人不简单，这人不简单。明白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不管你出不出来，他都不会跟你分手的。为什么？就怕磨。你35岁了，你对未来没期待，这就是你的软肋。怕就怕磨，人家打算磨下去，你这儿明明舍不得。我们已经把该说的明白话都说了一遍了，二位出不出来两可。我是想不明白你为什么分不了这个手。因为俩人毕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嘛。不是这么低级，就是他的这一些开口说的那一些要求，你还不跑，你还说有感情，那你说我们能干啥呢，姑娘？他真的，他连伪装都没伪装，我们都不用揭开什么什么的，让大家看真相了，他就摆在这儿呢，就是一个好吃懒做占便宜，就是希望能够把你的钱变成他的钱，就是希望你的2个孩子最好能够老死不相往来，然后你的钱都是他的，就这，他不就是要你的钱吗？不是人人都看出来了，你闺蜜看出来了，我们都看出来了，你也看出来了，他没藏着掖着，人家坦诚，我是想不通为什么，图他啥？他一开始对我挺好的，别到一开始了，当他第一个尾巴露出来的时候，你不就转头吗？所以我们没什么好跟你说的，没有离不开的人，只有不够坚决的心。如果这个男人还在你世界里头，就是你给他留了门儿。我说完了，想一想，待会儿要不要出来，好不好？来，请回到门后。我们在揭晓结果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的结果如何啊？是否会出来呢？来，3、2、1，请开门。我觉得应该不会了吧？得分啊！他们还能出来没有，对。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